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5月30日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热点。亚裔美国人面临更长失业期的挑战。亚裔的失业率是美国所有种族或族裔群体中最低的。然而，其他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显示，亚裔比其他工人遭受长期失业的困扰更多。到2021年，亚裔的失业持续时间中位数为21.9周，比劳工部追踪的任何其他人口统计数据都要长。亚裔美国工人面临着最长的失业和其他劳工挑战，尽管失业率在美国任何种族或族裔群体中最低。根据劳工部4月份的数据，在美国的亚洲工人的失业率为 3.1%。相比之下，美国整体失业率为 3.6%， 白人失业率为 3.2%。然而，其他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显示，亚裔美国人比其他工人遭受长期失业的困扰更多。2021年，亚裔美国人的失业持续时间中位数为 21.9周。这是美国劳工部追踪的任何种族或民族中最长的时期，特别是亚洲男性的失业率中位数为 26.1周。Equitable Growth 的一份报告发现，上个月亚裔男性的平均失业期为 46.2周，亚洲女性平均失业 33.9周。根据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通过过渡率指标，即工人从失业转向再就业的可能性，表明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一旦失业就很难重新就业。即使在调整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因素时，这种长期失业结果仍然存在。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在2022年第一季度，与亚裔男性、黑人、白人和西班牙裔工人相比，亚裔女性在失业后最不可能重返工作岗位。以前经济衰退的研究表明，某些因素也会影响在美国的亚洲工人在试图重新就业时面临的困难。很大一部分亚裔美国工人非美国出生，面临签证相关障碍之外，同时选择不以英语为第一语言作为其就业市场而存在劣势。皮尤研究中心发现，亚裔美国人是该国群体内经济不平等最严重的族群。这种因素是由文化、移民模式、代际财富以及性别、种族和民族偏见的差异推动的。亚裔美国人的工资收入也普遍低于白人和非西班牙裔。加拿大可以爱王室，但不意味着他们可以统治加拿大。上周，查尔斯王子和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在加拿大巡回访问，他们5年来首次访问加拿大。不出所料，王子这么长时间没有访问加拿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全球大流行。总的来说，这次访问进行得很顺利，查尔斯和卡米拉在加拿大巡回访问的每一站都受到了热烈或至少是不冷不热的欢迎。然而，民意调查显示，查尔斯王子在加拿大人中并不像女王那么受欢迎。尽管这对夫妇没有遇到抗议者，但根据 Angus Reid在2022年4月进行的民意调查，51%的加拿大人希望废除君主制，与前几年相比急剧上升。毫无疑问，王室在加拿大并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加拿大的皇家之旅始于纽芬兰和拉布拉多，该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君主主义者的据点。然而，对于大部分加拿大人来说，你可以爱女王，你可以爱皇室，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统治加拿大。Angus Reid 的民意调查并不是唯一一项显示君主制正在失去加拿大人的青睐。全球新闻对 Ipsos 就此问题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66% 的受访者认为女王和王室不应该在加拿大社会中扮演任何正式角色。大多数接受调查的民众也表示，他们被视为名人，仅此而已。然而，如果加拿大拒绝女王，并在她之后查尔斯成为加拿大国家元首，会发生什么？据专家称，在加拿大废除君主制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事实上，加拿大可以说是世界上宪法修改最困难的国家。
为了改变女王或其代表在加拿大的角色，下议院和参议院需要就该主题达成一致。此外，每个省或地区都需要改变其立法机构以修改宪法，这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所有10个省都必须就女王办公室的变更达成一致。此外，需要咨询加拿大的原住民社区，因为他们与王室有自己的条约，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复杂。据《国家邮报》报道，加拿大总理不赞成废除王室在加拿大的作用。2021年3月，特鲁多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显然，我祝愿王室的所有成员一切顺利。”特鲁多接着说，加拿大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辩论皇室成员在加拿大的作用，但他对讨论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蒙娜丽莎为保护地球吃蛋糕。周日，在卢浮宫博物馆，标志性的蒙娜丽莎画作收到了一个不那么甜蜜的惊喜，再次成为了受害者。当时，一名伪装成老年妇女的男子向隔着玻璃外壳的无价的艺术品投掷了一块蛋糕，以此呼吁保护地球。这名男子坐着轮椅，戴着黑色假发和涂着口红来到博物馆，他的身份不明。从画廊里成群结队的热切参观者人群中，这名男子将事先准备好的奶油蛋糕掷向达芬奇的画作，并在玻璃上留下了白色的奶油污迹。当肇事者被保安护送出博物馆时，他告诉大家他的环保动机：想想地球。有些人正在摧毁地球，他喊道：想想看。艺术家会告诉你：想想地球。这就是我这样做的原因。然后，安全人员被拍到正在蒙娜丽莎的保护玻璃上擦拭着奶油。16世纪的艺术品毫发无损。这名男子还被拍到在博物馆画廊里抛洒玫瑰花。卢浮宫博物馆尚未就这一事件发表公开声明。这不是蒙娜丽莎第一次成为袭击的受害者。1911年，这幅画被一名博物馆员工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偷走，他们躲在扫帚壁橱里，直到卢浮宫博物馆关闭。小偷把这幅画从展厅里抬了出去。在20世纪50年代，蒙娜丽莎的画作成为酸液袭击的受害者。这幅画被部分损坏，从那以后一直保护在玻璃后面。2009年，一名女子再次向这幅画扔了一个茶杯，好在茶杯撞到了玻璃上，艺术品没有受到伤害。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有多大影响？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已经认为，西方制裁将在俄罗斯造成经济破坏，但对于位于莫斯科东南510公里的萨兰斯克镇的一家连锁理发店的老板 Oleg Kachin 的生意来说，仍然是客户络绎不绝。他说，没有严重的危机。总的来说，一切都很好，每个人都在谈论购买力下降，但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然而，如果要相信某些指标，这种信心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与外界的贸易急剧下降，消费者不愿意花钱，基本物品价格上涨开始挤压家庭预算。俄罗斯官员坚称经济正在支撑。周四，央行将利率下调了3个百分点至11%，并预计今年通胀预测将从目前的18%至23%下调。在资本管制和出口商出售一半硬通货收入的命令下，卢布已经反弹，对美元汇率约为66卢布1美元，比2月24日俄罗斯向乌克兰派遣武装部队之前更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在乎出售或刚刚抛售俄罗斯资产的外国公司的离开，他说俄罗斯不会因此与全球贸易隔离开来。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经济将毫发无损。25岁的罗曼生活在莫斯科，他说中产阶级的生活与以前没有截然不同，但他看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有一件事困扰着我，是日常用品甚至蔬菜的不断价格上涨。我认为这标志着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他说。我所在领域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也没有让我非常乐观。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财政部的初步数据称，反映消费者支出的增值税收入在4月份同比下降了54%。俄罗斯已停止公布大部分资金流动数据。
但芬兰央行根据当地海关编制的数据显示，进口量已经大幅下降，而不仅仅是来自西方国家。该银行表示，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在4月份下降了1/4，来自越南、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的出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位经济部长表示，制造商正在重建因制裁而中断的供应链，并表示2000家骨干企业计划可以获得优惠贷款。但通货膨胀率仍处于20年来的最高水平，超过17%。这意味着普京宣布的养老金和最低工资增加10%，仍然使许多人面临家庭实际收入的削减。物价上涨可能不是俄罗斯最大的问题。强劲的卢布已经大幅降低了每周通胀，但无法抵御俄罗斯日益孤立对经济产出的更广泛威胁。经济部长表示，俄罗斯已经投入其国家财富基金，该基金拥有约1100亿美元的流动资产，以支持今年增长22%的支出。财政部长表示，莫斯科已经为当前情况拨出了8万亿卢布1230亿美元的刺激措施，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在这一期间内会有多少是新资金投入。从汽车制造商到银行等西方企业的退出，对经济产出和就业的全面影响尚未显现。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s Po 经济学教授 Sergei Guriev 预计，未来几个月将更能感受到这种影响。Morgan Stanley 经济学家预计，到2022年，家庭消费将下降13%，投资将下降23%。俄罗斯的潜在长期增长率现在仅为1%。对于规模较小的俄罗斯公司来说，前景似乎正在暗淡。尽管由于现在公布的官方数据如此之少，企业不再需要报告结果，因此几乎没有办法对其进行精确衡量。然而，生存模式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他们已经经历了几次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应对经济困难，只要有土豆和黄瓜，没有什么能吓倒俄罗斯人的。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